嘿，大家伙早喽！今天不早了，10月6号星期日都8点了，在大泉绿地，大阪特别靠南的一个地方。这公园一圈3.03公里，一会儿就是在这儿跑步。今天起来腿有点累，昨天那15公里说不快，最后还是挺快的。那平均配速跟之前那几次跑15公里差不多。今天加油干吧，一会儿先去找大河原先生，第一次参加这活动，一会儿还要签到呢，得麻烦大河原先生帮忙。有的时候时间过得非常快，一转眼在这儿生活了1年多。因为有幸认识了大河原先生，因为大河原先生的帮助，我加入了大阪城大人的早训练跑团，也参加了特别多在这边的活动，很多都是大河原先生介绍参加的。今天拍到了很多大河原先生的画面，祝老先生越跑越开心，永远18岁。这公园还是挺大的，大阪很少有这么大的公园，长居公园比这个小一点点。这个是目前去过的，除了大阪城最大的了。大阪城，你要是说跑一整圈，还是比这长一点，3.6公里可能。但是大阪城那一整圈呢，起伏特别大，还有跟社会车辆交汇的地方。这公园应该就是单纯的公园。我看他们去年那活动的照片人不少呢，今年不知道。现在大阪的天气是现在20摄氏度，这8、9点的时候太阳就开始大起来了。北京这时候应该都已经是个位数了，早上起来。像有的时候参加这种活动少，但是今天出门之前还琢磨说得多参加点这种活动，就是这也是训练的一部分。我们拿到了一个标签，这标签是贴饮料瓶的。他们其实可以拿不是一次性的瓶子，那边有一箱子可以扔，扔完以后最后人家还给你弄回来，就不是扔。然后刚才看到了这个叫 Honey Action 这边能量胶的品牌，是蜂蜜的一位可能是负责人，大先生介绍。我有印象，我见过他，去年那个长居我站台那次好像就是不是长居，是长居晚上那次活动好像是有他。行，赶紧把衣服脱掉，把这先贴在那上。这个搁你兜里一下，然后这个得先贴，因为有胶。那天观众藏在大阪城的能量胶，今天来它，再来一个，今天吃俩，可能要是状态好吃俩，状态不好就吃一个。然后这个能量胶要是好，正好如果回去参加北马的话，就先买一些搁在家里，然后北马的时候也吃它，好吗？看已经小粉裤衩还行哈，就这样了。今天是OK 这也就15、16岁。他们是高中。因为一起跑的。我跑。我们是朋友。你们是哪里的？我是从北京的。中国人吗？我不是中国人。是日本人。すごい。你也北京的？大阪。他是南通人。南通人。哎呀，小伙伴们，8点54。准备开始，今天有个小的变化，可能就一开始得先慢，因为我不认识路。但是呢，今天没有高手参加，因为今天大河原先生说，今天好多地方，包括长居公园都有30公里的竞速，所以黑人兄弟也没来。然后第一条得先认路，然后慢慢来吧。正好今天反正怎么说呢，有点累，就这么着，挺开心。一会儿咱们直接赛道见。今度間に合うたよ。
はい、4分から4分30まで、4分30はちょっと待って、4分から40、30までの方来てください。例えば4分15とかおるはずやねん。我居然是第一波出发4分，有点忐忑，我不认识路，哈哈哈哈。皆さん3時間終わったら自己申告で、周回数とか申告してから帰ってください。申告の記入はそこの受付のテントで行います。はい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どうぞ。初戦なんですか？よーい初戦走。我其实没听懂那个开头的话，我还以为说预备呢。我不认识路啊，小伙伴们。参加别的活动的。哦，你们看，这一大波脚步声。都是660号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这也就高中生。铃木先生在后边，我没跑错。刚才超过去那个人差不多得335。1公里3分49。
公里3分39。加速，看人家加速，哇，刺激！这他为什么是604呢？这一圈3.03。你看，在赛场上，要是你前面的对手这样一个加速，你就追不上了。就说明他比你强。2.5公里，这马拉松可能还不觉得，你看像竞走比赛，你没法一步并作两步那么快冲一下的话，你超不过人家。别别！嚯，吓我一跳！这是在后边督促的，看没？这就是成年人了，应该。他们是一圈一圈的间歇，我说那么快呢，都倒下了。啊，尴尬了，那前面应该差不多了，还有200米，没有岔路 ，OK。马上就回到出发的地儿了，到心率170了，跟他们跟了一圈间歇，有点开玩笑，慢一点。这公园有一点点起伏，这左手是一烤肉的绿地，还行哈。家属在前面呢。
刚跑完第5圈一半了，太热了，今天创造不了好成绩，后边顺其自然吧。前2圈没找着水，瓶儿太小了，加油加油！很逗，6圈了，6圈了。小伙伴们，勉强1小时21个半马，起伏特别大，这公园特热特晒，加油加油！1个半马了，整整1小时20。大河源先生在前面，哎的。看，加油，大河源先生，更好！小伙伴们，还有最后不到1圈，2公里多一点。按说，如果这是训练课，我就不冲了，精疲力尽了，热。这是刚过起点的地方，看现在心率，今天是感觉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太行，气温26度，然后这一圈有3处比较明显的缓慢的爬升。我第2圈还跑错了，第2圈我自己跑，差一点点，多跑了100多米。身体状态怎么说呢？不是最好，但不是很差。所以赛道起伏，有没有人跟？还有你们听这风，你看又是爬升，主要是气温。所有的长距离比赛都是气温和湿度。2022年在北京是7摄氏度，30%的湿度做的测试。所以，尤其是北方的小伙伴，比赛温度在18度以上的时候，就酌情放弃吧。又要下坡了，我甚至有点腿部肌肉僵硬的感觉。按说30公里不至于。第8圈结束，第9圈开始的时候，超过了大河源先生，跟我估算的差不多。他说他按照5分以内跑。8圈就是将近25公里啊！什么25公里哇？啊，对，是25公里。哇，脑子不好使了都。第2圈就这儿跑错了，我往那边跑了，哈哈，因为当时没人，晨练的都回去了。我是
方向感极佳，但是路痴，那没办法。但是方向感在大阪用处不大。都掉到3分50多了。你看到这儿我是28.66，按说最短距离到这儿应该是28，因为这个公园你要按左边跑，尽量，除非没人的时候。所以跑比赛，你想跑出绝对距离，很难的，很难的。马拉松得留出400米。因为马拉松你不用按照公园这种礼仪来跑，400米就得2分钟了。加油吧！我没有数套最慢的几圈，记不住人，不光路痴还脸盲。这是偷懒跑最短距离了。哦，29公里3分57，最后1公里。但是最后1公里这段路特别不好跑，不停的上下小起伏。到。一直在微上坡。其实我还有劲儿，就是不想冲了。一会儿前面还有最后一个爬升，到那我就结束了。最后100多米，
30，得跑到家属那儿，他不知道我在哪儿。最后一圈3分44。冲上最后一个坡结束。30.17，给我这个，我已经停表了，慢跑到起点，然后喝水、换衣服，赶紧坐车回到加州尾吃饭。10点56，9点起跑的，1个小时55分钟不到，应该一会儿看，还行哈。那些训练的中学生们，一开始那一圈，他们最后一圈之后就一直在那儿休息开会，可能在训话。然后就结束了，他们就一直在这儿。我们下地铁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陆上竞技部，就是田径俱乐部的意思，也是学生去了另一个公园。今天是礼拜天，那小朋友跑得太带劲了，都开始有人烧烤了。刚才这一圈全是点炭的那味儿，人这都是烧烤的。这公园有点像新加坡那东海岸，有提供烧烤的区域，就是你自己带炭，自己带吃的。他提供你可能是那种石头砌好的炉子，我不知道，我至少看到有石头砌好的烧炭的那种引燃的炉。就这样，带劲。到起点了，你看我多跑了这么多10圈才，虽然它每圈比3公里多一点，但是没有多这么多。到起点了，到起点了，休息。还行啊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30キロ走りでました。フィニッシュ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小伙伴们，30公里，平均配速3分49，1小时55分07秒，运动表现是出色，训练负荷较大，有氧效果是大幅提高，无氧效果也是大幅提高。给大家看个反的呢。然后最快1公里3分36，平均3分49，平均心率171，最大心率183。就有时候这么拿相机，这小相机我只能这么拿，你们看，我只能这么拿。这么拿的时候，这儿本来胳膊就没劲儿，一拿心率上升，骤升好几个点，平均功率267瓦。累计爬升，你们猜多少？看屏幕上都有，应该累计爬升136米。哎呀！平均步频209，步幅1米26，垂直振幅4.6，不是5.8，抱歉。触体时间179，卡路里1673，2.5天后完全恢复。OK。开心的训练，等家属溜达过来，马上应该能拍到大河原先生，比想象的好。Let's go！ 看志愿者们，志愿者是关西大学的学生，听大河原先生说是研究跑步文化的。Nice run！ Let's go！Let's go！Let's go！我看见大河原先生了，看见大河原先生了。给大河原先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还有一圈，我结束了。加油，慢慢来。
大明星大河原先生第9圈，现在是最后1圈。60岁的老先生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今天到半马1个半小时，半马1个半小时，还有慢跑，厉害厉害！我们直接就回家了，谢谢您介绍我参加这个活动。铃木先生，啊，铃木先生，Suzuki上奋斗。我第2圈跑错了，哈哈哈，绕回来的，加油！给大河先生加一波油，看老先生的背影 ，China Speed， 加油！辛苦家属了，家属跟那儿站了2个钟头，给我递水。他们这设计的挺科学，我一开始不是担心说这水怎么办吗？这前面有一箱子，你们看，这都是扔水的箱子，然后喝完以后就把水扔到这里，然后水瓶上呢有一个你的桌号，然后就有志愿者过来把这拿出来，再给如果是还有水的话，再给你搁回你对应号的桌上去。哎，这个逻辑不错，我没想到能这么处理，我真的没想到这么处理。我原来想的最多就是间隔一段时间再搁个桌子，但是为了保险，我买的都是用巨小瓶，这么小瓶的水我找不见，贴的还是白色的胶布。哎，小伙伴们，30公里多一点，3分49，怎么说呢？跟预期的是有差距的，但是可以理解。今天这个赛道这10圈我爬升了130多米，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还是挺厉害的。大元先生上来跟我说有爬升，我就有点慌，而且这次忽略了一个事儿。来这儿以后，家属跟我说不能迷路吧，我心里一慌，我说公园里肯定有岔路啊。然后一问大河原先生，今天我差不多是最快的，他第2圈果然是跑错了，但是没关系，就天时地利人和，今天都差一点。所以还是我刚才最后1圈跟大家说的，马拉松气温在18度以上，如果您不是热带地区的小伙伴，基本上就要放弃最好成绩的梦想。我差不多如果今天是北京的气候，我估计3分46可能是没问题的。但是又还是一个问题，就是去年的大阪半马前我就说过，也许有可能会迎来最后一场 PB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我2022年之前的北马自己测试，当然年气温不一样，前面提到了，你比现在还快。就是这几年，其实你的进步、你的训练、你的修炼，都是在为了马拉松最后那几公里，就是35公里之后去修炼，为了赛场上那一点心态去修炼，而不是说我今年快1秒，明年快2秒，因为你是一年一年在衰老的，到咱们这种程度，就是我这年龄，大家应该到这年龄的小伙伴应该都能理解。不过我还是不跟大家说太多比较灰心的话。我觉得今天跑完第3圈，我的体感看天气情况看身体情况，当时没有预估能够跑到3分50以内的平均配速，今天我是超过了我第3圈开始的预期，所以还可以。2个能量胶都吃了。哎，麦盛那个不错，然后麦盛的小伙伴们能不能听见呀？对吧？赞助会长一块也赞助我一波，还不错。如果回北京跑马拉松的话，就买点那个，到时候寄到北京的家里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我们赶紧坐车回家吃饭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赛道上有的时候顶不住的时候，想想在屏幕前，在假期可能等我今天更新的小伙伴们，想想你们，想想2个小时在这儿帮我拍摄、帮我弄水的家属，想想介绍我来的大河原先生，就充满动力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